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可谓是近期我接待的众多客户中最有戏剧性的一例了。这个案例真的让我大开眼界，也让我对两岸婚恋问题有了更深的体会。我先来介绍一下女主角吧，她叫林思雨，今年26岁，是传媒大亨林家的千金小姐。大家可能会想，这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名媛吗？怎么会来找红娘呢？其实这位林小姐的人生经历可以说是大起大落。她从小确实是在蜜罐里长大的，父亲林文昌是国内知名的传媒公司老总，家里有钱有势。林思雨自小就出入各种上流社会场合，认识不少娱乐圈的名人明星，气质出众，谈吐不凡，但天有不测风云啊！就在林思雨大学毕业那年，她父亲因为行贿被抓，继母趁机卷走了家里剩余的大部分财产。一夜之间，林思雨从人人羡慕的富家千金变成了寄人篱下的落魄名媛。丽姐，我一直以为自己会过上不愁吃穿的日子，可现在我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了。第一次见面时，林思雨对我说道，眼里含着泪水。虽然落魄了，但林思雨骨子里的那股傲气和名媛气质还是藏不住的。现在的她在一家小型娱乐公司做助理，工资不高，勉强糊口。但她心里一直有个愿望，就是遇到一个能够帮她东山再起的成功男人。我不要求他多有钱，但至少要有自己的事业，能给我安全感，最好能帮我在娱乐圈重新站稳脚跟。林思雨这样告诉我他的择偶标准。而我们的男主角则是来自台湾的陈志明，今年32岁，台北人，在台湾经营着一家中小型科技公司，事业小有成就。他通过朋友介绍来到我的婚恋服务机构，希望能找个大陆的女孩子结婚。丽姐，我在台湾工作生活多年，但总觉得台湾女生太强势了，我还是喜欢大陆女生那种温柔贤惠的感觉。陈志明这样告诉我。你可能会问了，这两人看起来条件差距这么大，我为什么会给他们牵线呢？还不是因为我看出来了他们之间可能有火花。陈志明虽然公司不大，但在台北已经有了自己的房子和车子，生活稳定。最重要的是，他对娱乐行业也有一定的兴趣和人脉。我们公司最近正在考虑跟一些娱乐公司合作，开发一些新媒体产品。陈志明在填写资料时这样写道，如果未来的另一半对这方面有兴趣，我很愿意带他一起发展，这不正是林思雨想要的吗？一个能够帮他在娱乐圈重新站稳脚跟的人。于是我安排他们在一家高档茶馆见面。说实话，我本来没抱太大希望，毕竟一个是曾经的大陆富家女，现在虽然落魄但依然骄傲；一个是台湾的中产创业者，虽然条件不错，但在林思雨过去的交际圈里可能算不上顶尖。但没想到第一次见面，两人竟然聊得格外投机。丽姐，我感觉她特别懂我说的话，而且虽然是名媛，但一点也不做作，反而很真诚。见面后，陈志明马上给我发来了消息。林思雨那边也传来好消息，陈先生很有绅士风度，而且眼界开阔。最重要的是，他好像真的能帮我重新在娱乐圈找到机会。就这样，两人开始了恋爱。陈志明经常从台北飞到北京看林思雨，也会带她去台湾玩。在台湾期间，陈志明带林思雨认识了不少台湾的娱乐圈朋友，还帮她谈了几个小项目。林思雨开心极了，感觉自己终于看到了东山再起的希望。交往半年后，陈志明向林思雨求婚了，并且送了一枚价值不菲的钻戒。林思雨当然答应了，两人开始筹备婚礼。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美好，直到有一天，陈志明提出了婚后要定居台北的想法。思雨，我在台北已经有了稳定的事业和生活圈，如果你能来台北生活，我可以给你更好的发展平台。台北的娱乐圈虽然不如大陆那么大，但也有很多机会，尤其是我们现在计划的跨境新媒体项目，你在台北运作会更方便。陈志明诚恳地说道。谁知道林思雨听到这个提议后，脸色立刻变了。定居台北？你是认真的吗？那种又小又破的地方有什么好生活的？林思雨的话像一把刀，直接刺向了陈志明的心。陈志明愣住了，完全没想到自己的未婚妻会对自己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家乡有这样的评价。思雨，你为什么会这么说？你不是去过台北好几次吗？觉得挺好的啊，
陈志明困惑地问道。那是旅游，旅游和生活能一样吗？林思雨情绪激动起来，台湾那么小一个岛，连3线城市都算不上，经济也不行，娱乐圈更是小得可怜。我好不容易从大城市出来的人，怎么可能去那种地方定居？我还想东山再起呢。陈志明听了这话，心里又气又委屈。思雨，我觉得你对台湾有很大的误解。台湾虽然面积不大，但经济发展水平很高，人均 GDP 比大陆高多了。台北的生活品质也很好，环境好，压力小，而且社会福利完善。GDP 高又怎样？那是平均数。林思雨反驳道，大陆虽然人均不如台湾，但顶尖的富人比台湾多得多。我爸当年最辉煌的时候，身家上百亿，在台湾能有几个这样的富豪？我要的是重回顶层，不是去过小康生活。陈志明被这番话彻底震惊了，他没想到林思雨心里是这样想的。思雨，你是嫌我不够有钱吗？我虽然比不上你爸当年的辉煌，但我们的生活也会很舒适啊。不是嫌你不够有钱，林思雨叹了口气，是台湾的天花板太低了。你在台湾再怎么发展，能有多大的空间？大陆市场才广阔啊。就算从头开始，机会也比台湾多啊。这场争吵最终以不欢而散告终。陈志明回了台北，林思雨留在了北京，两人的婚礼计划也被搁置了。作为红娘的我，看到这种情况当然不能坐视不管。我分别约见了2人，想帮他们解开这个心结。我先见了林思雨。思雨啊，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我觉得你对台湾可能有些误解。丽姐，我没误解，我去过几次，看得很清楚。林思雨固执地说，台湾就是又小又破，娱乐圈更是小得可怜。我在那里能有什么发展？思雨，你知道台湾的人均 GDP 是多少吗？我问他。林思雨摇摇头，台湾的人均 GDP 超过3万美元，比大陆高出不少。而且台湾的收入分配比大陆更均衡，中产阶级比例更高。我解释道，虽然台湾的富豪没有大陆那么多，但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却很高。可是丽姐，我不想做普通人啊。林思雨有些激动，我以前的生活多风光啊，出入豪车名宅，认识那么多大明星。现在突然让我去台湾那种地方，过着小富即安的生活，我接受不了啊。我叹了口气。思雨，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你也要想清楚，现在的你还是当年的邻家大小姐吗？东山再起是需要过程的，不是一蹴而就的。陈志明虽然不能马上让你回到顶层，但他至少给了你一个稳定的平台和上升的机会，这难道不值得珍惜吗？林思雨沉默了，而且我继续说道，你可能不知道，台湾的娱乐圈虽然规模不如大陆，但在某些方面的专业度和国际化程度却比大陆更高。很多台湾艺人在海外都有不错的发展，比如周杰伦、林志玲等等。如果你能借助陈志明的人脉和资源，在台湾站稳脚跟，说不定能走出一条不同的路来。林思雨若有所思，丽姐，您说的有道理，但我还是不太确定，你再好好想想吧。我拍拍她的肩膀，别因为一时的偏见错过真正对的人。接着我又约见了陈志明。陈志明看起来比林思雨更受伤，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林思雨会对他的家乡有如此负面的评价。丽姐，我真的很爱思雨，但他那番话真的刺痛了我。台湾怎么就又小又破了？我们的经济发展、社会福利、生活品质在亚洲都是数一数二的啊。陈志明情绪激动地说。志明啊，我理解你的心情，我安慰道，但你也要理解思雨的背景和心态。他从小在大陆的上流社会长大，见惯了大场面，后来虽然家道中落，但骨子里还是向往那种光鲜亮丽的生活。可是台北的生活也很好啊，陈志明不解地说，我们有干净的环境、便利的交通、完善的医疗和教育系统，虽然不如北京、上海那么繁华，但生活品质绝对不差。是的，这些我都知道，我点点头。但你要明白，对于思雨来说，他看重的不仅是生活品质，更是发展空间和社会地位。他曾经站在大陆娱乐圈的最顶层，现在突然要去一个他认为天花板较低的地方重新开始，心理落差很大。陈志明皱起眉头。所以他是嫌我不够有出息，不能给他想要的生活和地位？不是这样的，
我摇摇头，思雨很喜欢你这个人，也很欣赏你的能力和人品。他只是对未来的生活和发展有些担忧，对台湾的了解可能也不够全面。那我该怎么办？陈志明问道。我在台北有家有业，不可能轻易放弃啊。我建议你们多沟通，互相了解对方的想法和顾虑。我说道，也许可以考虑一个折中的方案，比如先在台北生活一段时间，如果思雨真的适应不了，再考虑回大陆发展，或者两地都保留一定的业务和生活基础，让彼此有更多的选择空间。陈志明点点头，丽姐，我会认真考虑您的建议。我真的很爱思雨，不想因为这个问题失去她。那就好，我笑了笑，爱情需要包容和理解。两岸的文化和社会差异确实存在，但只要你们真心相爱，一定能找到解决方案的。经过我的调解，陈志明和林思雨终于坐下来好好谈了一次。这次谈话持续了整整1个晚上，两人都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和顾虑。志明，我承认我对台湾的评价有些过激，但我真的担心在那里我会失去自我。林思雨诚恳地说，我从小生活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习惯了这里的节奏和机会。突然要去台北生活，我怕我会不适应，也怕我在娱乐圈的梦想会因此破灭。思雨，我理解你的顾虑，但台北真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小和破，陈志明耐心解释道。台北的文化氛围很浓厚，娱乐产业虽然规模不如大陆，但专业度和国际化程度却很高。而且现在两岸交流这么频繁，你在台北发展一样可以辐射大陆市场啊。可是林思雨还有些犹豫。这样吧，陈志明提出一个建议，我们先在台北住1年，我帮你在那边的娱乐圈多多介绍资源和机会。如果1年后你真的觉得不适合，我们再考虑回大陆发展，好吗？林思雨想了想，终于点头同意了。好吧，我愿意试一试。但你要答应我，如果我真的适应不了，我们就回大陆。一言为定。陈志明开心地说。就这样，两人的矛盾暂时得到了缓解，婚礼也重新提上了日程。婚礼当天，我作为红娘当然要到场祝贺。说实话，我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的，不知道他们之前达成的共识是否能够长久。但看到他们在婚礼上幸福的样子，我又觉得自己的担心可能是多余的。丽姐，谢谢您。婚礼结束后，林思雨握着我的手感激地说，如果不是您的开导，我可能就错过了志明这么好的人。是啊，丽姐，多亏了您的调解。陈志明也笑着说，我们现在已经在台北买了新房子，思雨也对那边的生活越来越期待了。我笑着点点头，祝你们幸福。记住，婚姻需要包容和理解，两岸的差异确实存在，但只要你们相互尊重，真心相爱，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难的。婚后的林思雨和陈志明如约搬到了台北居住。刚开始的那段日子，确实如林思雨担心的那样，有些不适应。丽姐，我刚来台北那会儿真的有点郁闷。林思雨后来告诉我，台北的节奏确实比北京慢很多，连走路都没人跟你抢。超市排队大家都特别有秩序，我反而不习惯了。而且台北的娱乐资源确实没有北京那么丰富，大牌明星也少。林思雨一开始非常失落，觉得自己在娱乐圈东山再起的梦想可能要破灭了。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台湾本地的娱乐活动，现场连个像样的大明星都没有，我心里那个失望啊。林思雨说，我当时就想，这哪是什么娱乐圈，简直就是小打小闹嘛。但是渐渐的，林思雨发现台北的生活也有很多好处。台北的空气质量明显比北京好，环境也更加干净整洁。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没有那么激烈，生活压力小了很多。在北京，大家都是走路带风，吃饭都恨不得用抢的，林思雨感叹道。但在台北，大家都很有礼貌，做事情也不那么急躁，生活品质确实高出不少。不仅如此，随着林思雨在台北待的时间越来越长，她对台湾娱乐圈的认识也慢慢发生了变化。在陈志明的帮助下，林思雨认识了不少台湾的导演、制作人和艺人。她惊讶地发现，台湾的娱乐从业人员虽然没有大陆那么高调，但专业素养却很高，而且特别注重创意和品质。有一次我参与了一个台湾综艺节目的策划，那个导演居然连每个镜头的构图和灯光都会亲自调试，
一个简单的场景可能要拍好几遍才满意。林思雨说，这在大陆的快节奏制作中是很少见的。很多时候大陆的节目更注重效率和话题度，而不是细节。慢慢的，林思雨开始欣赏台湾娱乐圈的这种精工细作的制作风格，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专业知识。最让林思雨惊喜的是，台湾娱乐圈虽然规模不大，但国际化程度却很高。很多台湾艺人在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都有不错的知名度。一些台湾的综艺模式也被输出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志明带我认识了一个台湾的经纪人，他手下的艺人居然在日本发行了专辑，还参与了韩国的综艺节目拍摄。林思雨兴奋地告诉我，这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发展路径。原来不必非要在国内大红大紫，也可以走国际化路线。就这样，林思雨逐渐适应了台北的生活，也在台湾的娱乐圈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陈志明的帮助下，他创办了一个小型的内容制作工作室，专门为台湾和大陆的企业策划和制作新媒体内容。我把在大陆学到的运营经验和台湾这边的制作理念结合起来，做出来的内容既有大陆的话题性，又有台湾的精致感，很受两地客户的欢迎。林思雨得意地说，不过跨海婚姻的困难不仅仅是工作上的适应问题，更多的是文化差异带来的生活摩擦。比如林思雨习惯了大陆那种直来直去的沟通方式，有什么不满直接说出来。但陈志明和大多数台湾人一样，说话比较含蓄，喜欢绕弯子。有一次我们去朋友家做客，席间我直接指出他们家的装修风格太老气了，应该换个设计师。林思雨回忆道，在大陆这种直接给建议很正常，但没想到那家人表面上笑笑，之后就再也没邀请我们去做客了。志明回家后还批评我太直接，伤害了主人的感情。类似的文化冲突还有很多，比如林思雨习惯了大陆的红包文化，见面送礼必须是整数，而且越大越好。但台湾人则喜欢用68这种谐音好的数字，而且金额往往没有大陆那么夸张。有次我参加志明表妹的婚礼，我准备了1万元新台币的红包，志明却说太多了，会让新人难堪，最后只给了6666元新台币。林思雨笑着说，这在大陆简直不可思议，1万都嫌少呢。饮食习惯也是两人经常争执的焦点，林思雨喜欢重口味，麻辣鲜香，而陈志明则偏爱台湾的清淡口味。刚结婚那会儿，我们经常为了去哪家餐厅吃饭而争吵。林思雨说，我想吃麻辣火锅，他却说太辣伤胃。我嫌台湾的小吃太清淡没味道，他却说那才是原汁原味。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都在相互适应和包容对方的习惯。林思雨学会了欣赏台湾美食的原汁原味，陈志明也开始接受一些重口味的菜肴。两人还会定期回大陆探亲，让林思雨能够缓解对家乡的思念。婚后第2年，林思雨和陈志明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可爱的男孩，取名叫陈家宝。有了孩子后，两人的生活重心更多的转向了家庭。然而孩子的教育问题又成了两人新的分歧点。我希望家宝能够接受严格的学前教育，尽早学习拼音、识字、算术，为将来的学习打好基础。林思雨说，这在大陆是很常见的，孩子3、4岁就开始学这些了。但陈志明却持不同意见，台湾的早教理念更注重孩子的自主性和创造力，不会那么早就给孩子施加学习压力。我希望家宝能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多玩一些，培养兴趣爱好。这个分歧一度让两人争执不下，但最终他们找到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在家由林思雨适当教一些基础知识，但不给孩子太大压力，同时也让孩子参加台湾本地的一些兴趣班和户外活动，保持童心和创造力。其实后来我发现，台湾的教育理念确实有其可取之处。林思雨坦言，我看到很多台湾的孩子虽然不像大陆孩子那样从小就会背唐诗、做算术，但他们普遍更有创意，更善于表达，也更快乐。就这样，通过不断的沟通和妥协，林思雨和陈志明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文化差异和生活摩擦，他们的婚姻也越来越稳固。婚后第3年，林思雨的工作室已经小有名气，不仅在台湾有了稳定的客户群，还通过互联网将业务拓展到了大陆市场。
他制作的一些网络节目和短视频在两岸都获得了不错的反响。我现在才明白，当初我对台湾又小又破的评价是多么片面和无知。林思雨感慨道，台湾虽然面积不大，但经济发达，社会稳定，环境优美，生活品质确实很高。而且台湾与大陆的文化联系那么紧密，两边的市场其实是可以融合的。陈志明的公司也在这几年有了长足的发展，他开始将业务扩展到大陆市场。林思雨的人脉和对大陆市场的了解给了他很大帮助。思雨在大陆的人脉真的帮了我很多，陈志明感激地说。他了解大陆消费者的喜好和习惯，给我的产品策划提了很多中肯的建议。这对夫妻的成功不仅体现在事业上，更体现在他们如何将两岸的文化差异转化为优势，相互补充，共同成长。志明教会了我台湾人那种细致入微的做事风格和温和包容的处事态度。林思雨说，而我则给他带来了大陆人那种敢想敢干、不怕困难的拼搏精神。我们在彼此身上都看到了自己所缺少的品质，这让我们的婚姻和事业都更加完整。在孩子的教育上，他们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汲取两岸教育的精华，既重视基础知识的学习，又注重孩子的自主性和创造力。我们打算让家宝在台湾读完小学，然后送他去大陆或者国外留学，让他能够接触不同的文化和教育体系。林思雨规划道，这样他将来无论在哪里发展都能够适应。当然，生活中的小摩擦还是会有的，比如林思雨还是会偶尔抱怨台北的娱乐生活没有北京丰富，陈志明也会时不时嫌弃林思雨做事太过急躁。但这些小摩擦已经不再是他们婚姻的威胁，反而成为了生活的调味剂。婚后第5年，我受邀去台北参加他们的结婚纪念派对。见到林思雨时，我惊讶地发现她已经完全融入了台北的生活，言谈举止间有了台湾人特有的温和气质，但又保留着大陆女性的干练和直爽。丽姐，我真的要谢谢您。林思雨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如果不是您当初的开导和调解，我可能就失去了志明这么好的伴侣，也不会有现在这么幸福的生活。陈志明也笑着走过来，搂住林思雨的肩膀。是啊，丽姐，我们这次特意邀请您来，就是想告诉您我们过得很好。您看，我们的工作室和公司都发展得不错，家宝也越来越可爱，我们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还要美满。看着他们幸福的样子，我由衷地感到高兴。我就知道你们会没事的，两岸的差异确实存在，但只要相互理解包容，这些差异不但不是问题，反而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婚姻本来就是2个不同的个体走到一起，磨合是必然的。我继续说道，两岸婚姻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文化差异和生活习惯的冲突，但如果能够像你们这样将这些差异转化为互补的优势，那么婚姻的幸福指数反而会更高。派对上，我还见到了不少林思雨在台北认识的朋友，其中有几对也是两岸婚姻的夫妻。大家分享了各自的经历和心得，有欢笑，也有泪水，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期待和憧憬。我觉得两岸婚姻最大的挑战不是物质条件的差距，而是观念的碰撞。一位嫁到台湾的江苏姑娘说，大陆人普遍比较实际，看重物质生活，台湾人则更注重精神层面的满足和生活品质。这种差异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产生矛盾。没错，另一位台湾男士附和道，而且大陆发展太快了，年轻人的价值观也在快速变化。我老婆是北京人，她的很多观念甚至比我还要开放和国际化，这让我有时候反而觉得自己才是老古董。大家笑作一团，气氛轻松而温馨。派对结束后，林思雨和陈志明送我回酒店。路上，林思雨突然问我，丽姐，您觉得两岸的未来会怎样？我和志明会一直这样幸福下去吗？我笑了笑，两岸关系有起有伏，但普通人的交流和联系从未中断。像你们这样的两岸婚姻越来越多，正是两岸民间交流最生动的体现。至于未来会怎样，谁也无法预测，但只要你们彼此相爱、理解包容，幸福就在你们手中。好了，今天关于林思雨和陈志明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希望他们的经历能给正在恋爱或婚姻中的你们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我是丽姐，下期再见。